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又来看登峰造极的分数啦。那其实这一次的登峰造极皮肤呢，是步兵防御力提升 20%， 并没有很多玩家去抢这个皮肤。就算真的有去抢，那也因为这个保底只是需要4000万就可以拿到嘛。就是讲其他的玩家其实那个分数呢，并不会差特别远，可能第11名或者是没有拿到皮肤的玩家，就大概1000万、2000万的分数而已。就是讲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刺激啦，所以官方这个保底呢，其实也是间接性影响到我这个影片的好看的程度。像以前没有保底的时候，就有很多玩家会抢破头啊，不管是什么皮肤都好，都会去争取。但是现在这种单兵种的皮肤呢，就有一些真的是想要收集的玩家，又或者是他是负责车头做集结住房的玩家，他才会去拿这个皮肤。一般玩家或许是拿不到的，或者有一些玩家可能会看这个皮肤会比较便宜一点，所以他们就去抢这个皮肤。那我们先看一下国服这边的更新啦，但是因为国服的更新呢，我刚好在做着直播，所以就只是拍到几个王国他们的分数是怎么样而已，多数王国是没有看到的，不过也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像那边国服依旧还是有不少玩家是有去拿那个皮肤的，就比方说像16服的话，就总共有18位玩家去拿那个皮肤。当然有一些玩家他们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冒险，看有没有机会以更少的分数拿到这个城市主题啊，但是没有办法让它得逞。另外一个国服的王国465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有4000万的玩家是偏多一点点的，这边看到也是有不少玩家他们是提升1000万战力，然后有一个玩家呢就提升到3148万就是差一点点可以拿到这个皮肤啦，是有一点尴尬啦。但是比较起以前那种分数依旧还是排第11名，又或者是那种分数提升到5000万左右的玩家来做比较的话，这个算好一点点了，3000万不算很多啦，还可以接受。下一个287王国这边的分数就稍微高一点，第一名有6000万，然后超过4000万分数的玩家总共有15位这么多，然后下面那个分数就没有相差特别多了，这个应该是正常训练部队的时候拥有的那个分数，所以这边是没有11郎的。另外一边258王国这边的分数就偏高一点点，有6500万，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升到这么高的分数了。然后可以看到超过4000万分数的玩家总共是有16位，第17位的分数跟第16位没有相差特别远啊，还可以接受，但是也是挺多玩家拿那个皮肤的。下一个王国100服可以看到第一名也是6000万，国服那边是有什么奇怪的仪式吗？怎么感觉第一名多数都是6000万分数啊？然后这边拥有4000万分数的玩家总共有16位，这个把他训练的刚刚好，就4000万而已，一分都不要多给莉莉丝。下一个21服这里的分数就稍微少一点点，5800万。那他这边超过4000万的玩家总共有20位，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第21名的玩家其实已经提升到3200万的分数了。但是他就是没有提升上去啊，这个就有一点尴尬。那我去搜索了一下这个玩家的账号，看来他所使用的方法呢，就是一边清零自己的账号，然后等官方的系统返还一些加速资源给他。可以看到他现在5000万战力而已，原本是多少？原本有 1.3 亿，应该是说他历史最高是有 1.3 亿啦，原本是多少我就不清楚，但他这个皮肤没有拿到就很可惜啦。不过之后会有那个旧的登峰印记啊，他可以拿那个登峰印记去换取一些之前旧的皮肤啦，看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啦。那反正我们刚刚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玩家嘛，那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吧。我前面也是有分享一个玩家，也是大概3000万左右的，就是这一位玩家，来搜索一下他的账号。可是这个玩家他的战力依旧还是有1.3亿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清零了，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加速资源不够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一次的皮肤。接下来我们看40亿这里，可以看到第一名的分数居然有7000万这么多，他为什么要提升到这么高的分数？刚好有什么训练之类的吗？他们不是正在 KVK 吗？那他这里有超过4000万的玩家，总共有15位，但是可以看到第16位的玩家他有提升到2500万的分数，但他的战力并
没有被清光啦，所以他这个应该只是日常的训练部队，那刚好就有拿到这个2000万的分数，应该啦。下一个伺服器8，来看一下这里的分数，最高的有6500万，然后这边下面拥有4000万的玩家总共有15位，剩下的都是大概1000万左右啊，就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么我拍到这里的时候呢，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看一下游戏这边分数相差多少，他们第一名的分数啊有没有就超过1亿的分数。不过现在应该没有多少玩家会这样子了啦。国服一般都是会有前10名的玩家都是超过4000万分数的，所以就不像国际服这样子啊，因为这一次国际服的分数真的是低的有点离谱。比起上一次骑兵的皮肤还要更加低，像那边王国64也是一样，4000万的分数也是算挺高的，第一名6000万，297最高分6500万，然后超过4000万的玩家应该是挺多的，第10名4500万，72的分数就稍微高一点点6100万，但是第10名的玩家有5000万，所以相信4000万的玩家应该也是挺多的。那么国服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服的，像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国服比较多的玩家肯定是在前10名超过4000万分数，但是在国际服我们就看哪一边的分数最低。就比方说像我自己王国就好了，1768这里最低的分数就是200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次的皮肤了，最高分它是有提升到4000万的，可能是担心说会不会有玩家在他睡觉的时候突然偷袭提升到4000万，所以他在好像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到4000万了，但是现在我们这边看下来就觉得说他是个傻子吧。其实他只要减一般的分数呢，就可以拿到这个皮肤了，没有必要拿到第一名啊。除非是说他想要这一次登峰造极的那个皮肤特效，否则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啦。他可以拿那些旧的登峰印记去拿，之后如果推出一些旧的皮肤，他就可以拿去兑换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093这里的玩家显然就比较聪明一点，就是慢慢提升。因为你们可以看啊 ，BT Cyborg 他是何许人也？你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提升到4000万呢？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在那边等看这些其他的玩家提升到多少，他只是稍微比那些玩家还要高一点点就可以了。反正对他来讲不痛不痒，还有包括 Ghost Rider 也是，这些分数真的是太低了，他就没有这么笨啦，还好一点点啦。接下来我们看号称最浓的先锋王国，因为多数先锋王国可能他们玩家打架之类的，所以加速资源并不是很多，就不会提升这么高的分数。那在这里哇，可以看到这边分数显然是比较高一点的，第一名有5000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呢？就是因为1001、1002他们这种先锋王国是比较少打架的，所以玩家拥有的加速资源可能会比起正常的玩家还要来的更多啦，所以他们可以把分数提高了一点点。那第10名的话就大概3500万就可以拿到这个皮肤了，所以第一名的分数其实还是有点偏高啦，比较起第10名。接下来1606为什么提升到8000万？但是他这个是大佬来的，对他来讲可能不是很在乎这个分数到底提升到多少，而且他们正在进行 KVK， 所以那个分数提升到这么高也算是正常啊，他要一直不断的去补兵嘛。那这边超过4000万的玩家应该也是挺多，我没有录到画面啦，不过可以看到前10名都是4000万的，只是第一名就有点离谱了。接下来2359这里更加夸张，1.5亿，那相信也是因为他们前置的关系啊，他们近期也是在打这 KVK， 就是跟1606是同一个时间呢。不过这边分数显然是比起 Itachi 还要更高，Itachi 已经很过分了，这边更加过分，所以这边多数玩家都是有超过4000万啊，也算是正常了。原本我是想到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国际服的分数会不会比较低，没有想到一个比一个还要更高。那3308这个应该更加夸张，因为俄罗斯父子他们现在战力是已经提升到31亿了，那这里东风召集的分数应该是更加夸张的。 OK， 好啦，今天我们最高的分数就是4亿分啦，2个俄罗斯父子的账号也是多数玩家都是超过了4000万，这更加疯啊。那如果是没有正在进行 KVK 的2489呢，分数又会相差多少？各位也知道有不少960的玩家已经移民过去2489了嘛，看他的分数会不会高得很离谱。那可以看到这边第一名的玩家有6000万的分数，然后第10名的玩家就有2000万。其实这个Canada 是提升的有一点多，其实没有必要提升到这么高，因为他这个最低的分数就2300万，他多了差不多3倍出来
对于我们来讲呢，他就是一个傻子，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加速资源去提升了这么的高的分数，并且他跟第2名的差距也是挺多的，但对他们来讲，哎呀，不痛不痒，反正就是一点点的加速资源而已。既然都提到960了，我们回来看一下960吧。虽然很多960的玩家是已经移民离开了啦，但是可以看到其他的王国终于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一次的皮肤了，那也是2300万的分数而已，也是属于比较偏低，然后第1名就直接升到4000万了，可能也是担心有人会去抢他的位置吧，所以就提升到这么高。960的玩家也就只有2位是在这个前10名里面而已。那同时间我也是好奇这一次咪咪有没有抢皮肤，真难得这一次咪咪居然没有去拿登峰造极皮肤，平时他都是会拿这个皮肤的哦。也是一样的情况，第1名4000万，但是第10名其实200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次的皮肤了。咪咪不在了吗？咪咪还在啊。接着来1875，这里的分数最高4000万，最低哇180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次的皮肤，这么便宜的吗？但是这边多数前5名的玩家都是1875啦，也是下面有一些1875的玩家。那其实1875他们现在也是在 KVK 啦，就是有前置的关系，所以分数提升的比较高。虽然是说他们这一次的 KVK 1316他们说不想要参与这一次的 KVK 啦，不过他们还是有多多少少提升一点点的分数。1365也是因为正在 KVK 的关系，所以分数也是偏高一点。不过第10名3700万就可以拿到城市皮肤了，第1名的话就是7300万的战力。1818的话也就只有 Arvix 这个账号拿到4500万的分数，但是相比起第10名呢，他的分数还是提升的有点偏高啊，多了1倍出来就是我们俗称的傻子但是对于 Arvix 来说，哎呀无所谓啦，反正我的账号多的是，反正我的钱多的是。最后更新 Glock 的王国3672最高的分数也就是他自己本人，而且是有2个账号是在前10名里面的，分别是提升7300万，另外一个是提升4500万。第10名3100万就可以拿到皮肤，所以他这个分数也是偏高一点啊，多了1倍出来。那么关于这一次登峰造极的分数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国服其实还是很正常啊，一般玩家都是会超过4000万的分数，所以如果你在国服你想要拿到登峰造极皮肤，不管是全兵种也好，单兵种也好，你是肯定一定要超过保底的分数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有保底呢，对于国服来说是好事情啊，虽然拿到皮肤的玩家也是挺多的啦，但是比较起以前呢，就是肯定一定要提升到差不多5000万啊、7000万甚至是1亿的分数才可以拿到皮肤，现在他们只是需要提升4000万就可以拿到，对他们来讲是好事情来的。至于国际服的话，其实有保底跟没有保底好像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对于某一些玩家来说可能他会一下子就提升到4000万，为了确保自己有没有皮肤可以拿到啦，但是多数玩家呢其实还是要看情况，如果这个皮肤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留给下一次全兵种的皮肤，就确保他自己可以拿到那一种类型的皮肤啦。所以国际服这边还是要看情况啊，针对不同的皮肤，或者是像他们这一次这样子正在进行 KVK 的话，就会去提升战力，所以他们这边多数分数高呢就是因为 KVK 而已，否则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大概2000万左右就可以拿到皮肤。当然也是有一些观众投稿给我跟我说他们的王国有11郎啊，有一些第11名没有拿到皮肤的然后分数都很低，大概2000万1000万左右而已，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给大家看啦。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在准时8点的时候去拍摄他们这边登峰造极分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睡觉之前我看到他们的分数都太低了，就算如果有11郎也好，他的分数也大概2000万或者是1000万左右而已，就是没有必要去看，分数真的是太低了。国服就不一样啦，因为国服他们那边拿到的人数是挺多的，我觉得是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啦。因为比较起全兵种的话是真的差很多，之前全兵种的话超过100多位玩家是拥有皮肤的，这个就很离谱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登峰造极的分数还有排名有什么看法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